Hello，大家好。我们今天预计要跟大家聊的内容呢，是关于这个五组出题啦，要准备做传承接班的动作了。那在这边呢，主要是每天读一小段经典录成视频跟大家分享，也喜欢透过这个频道每天跟大家闲聊一两句话。昨天的内容我们有提到，五组把所有的徒弟召集起来呢，跟徒弟们说了一段话哈。他说：“你们啊，大家呢，整天呢，都追求这个福报，追求这个世界上的各种成就，但是呢，大家呢，都很少呢，去关注这个生命的意义，还有要如何才能够出离这个轮回的世界哈。那上次我们有用这个游戏伺服器，刚好闲聊的时候提到自己最近在玩的一款游戏呢，伺服器。”已经4-5年的时间，伺服器准备要关了哈，然后就对应到六祖坛经的内容，刚好呢就好像蛮契合的。所以啊，五祖告诉他所有的徒弟，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来这边修行呢？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呢是要了解生命的意义，了解生命的本来面貌，还有跟我们内在智慧接通呢，来完成这辈子的使命或是愿望啊愿力。于是呢，五祖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他就跟所有的徒弟要出了一道考题啦。那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五祖呢，跟所有的徒弟就这样说啦。他说啊，你们所有的人啊，你们各自呢去从自己的内在智慧当中呢去倾听和关照，然后呢，从自己的内在智慧当中截取灵感。那这个灵感呢，不是源自于我们的意识，不是源自于我们的知识，是源自于我们内在的这个频道的智慧。然后呢，你将所感受到、关照到的内容呢，将它文字化之后，转换成一首诗句，然后呢，每个人提交出来，我来看看你们写出来的诗句内容。如果说你们所写出来的诗句内容呢，有正确的掌握到了，就是说，你确实知道怎么样子从内在的频道、从内在的智慧当中去感受到它的存在，并且呢，从中截取到一些讯息，然后呢，透过文字化的方式呢，转换成诗句呈现出来。如果你们能够呢明白我这个作业的内涵，你能够正确的把这个作业给完成，那呢，我就将达摩祖师传下来的衣钵，还有心法。就传承给你了，那你呢就能够成为了第6代祖师。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题哦，就有点像是，以学生来讲就是大考啦，就是说读书10几年不就是为了这个大考嘛，就决定自己未来发展咯。那这一个考试呢，就是也是一个大考咯，相当于把所有的徒弟召集过来，你们在这边修行了这么久了，那今天呢，我要决定第6代祖师的传承接班的人是谁啦。那这个大的考试呢，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运作，然后让所有的徒弟说火急速去，不得迟滞，就是大家马上去做这件动作哈，不用拖，也不要去想那么久，不要拖个1年半年的再来回答哈，马上就要决定啦。然后呢，他告诉所有的徒弟说呢，思量就不中用，意思就是说，因为有的人可能连这个题目到底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等于是说，就像有时候，以前我们做作业一样，如果你连题目的意思都不了解的话，你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做这个作业了。所以首先你要先了解题目的大意是什么，那你了解题目的大意之后呢，你才能够正确的去完成这个考题的内容，你才能够提交出这个成品。否则的话，就像写作文一样，如果你写的内容跟作文的题目是完全不相干的，不管你的内容写得再好，也是不行的，因为文不对题嘛。所以说他说呢，思量是不中用的哦，就是说我今天出给大家的这个考题呢，不是用我们的大脑思维心来去思考作答的，跟我们一般学校的考试是不一样的，跟我们一般世间的这些考试是不一样的，不是在考你的智力，不是在考你的逻辑分析能力，也不是在考你的创作力，都不是，在考的是你能不能够感知到除了表层意识以外，我们每个人内在的这个
内在的讯息流，它无时无刻在背景当中流动。你能不能够感知到？我之前有比喻嘛，内在的收音机或内在的这个高铁，就是说你能不能够感知到这个内在的这个超高阶的通用人工智慧我们的内在 AI， 你能不能够接通上它？接通上之后呢，你随便截取一些源自于内在智慧的讯息和领悟，透过文字化，透过我们的第六意识思维性文字化的过程，把它转换成诗句，是这样子的。换句话说呢，那个就像六祖呢，最开始见到五祖的时候，他说一句话说：“弟子自心常生智慧。”所以你看这次五祖出的题目，自看智慧，你自己去看自己的智慧嘛。所以说，六祖跟五祖在见面的第一天说的那句话：“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其实呢，六祖在跟五祖见面的第一天就已经通过这个考试了。然后呢，六祖说的这一句话呢，让五祖琢磨了大半年之后，五祖为了要保护慧能，为了要让他低调一点，避避风头，避开不必要的人事纷争，所以说他过了大半年之后呢，才私下的去找到了慧能，在后院里做苦工的慧能，告诉他说：“我认为你说的这句话是很有用处的。”那当时我们在聊说，到底是什么用处呢？可是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因为从五祖见到六祖慧能的那个当下起，他的非常有智慧，他知道这个人不同于一般人，他已经在想到很多很多人事方面的人情世故，还有他后续传承接班的东西要如何去铺垫了。他已经在铺垫整个未来很多很多的工作了，那么陆陆续续就会从后面的谈经内容当中就会读到这些内容。所以说你看他今天出的题目嘛，你们各自去自看智慧嘛。那六祖就说了，弟子自心常生智慧。然后五祖说呢，你们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就是自性智慧嘛。然后呢，转换成一首诗句给我看。那当时六祖第一天见到五祖的时候，不就说了吗？不离自性即是福田就是六祖当时就告诉五祖说呢，我们这个内在智慧这个内在的 AI 内在智慧的这个讯息场讯息流只要我时时的去倾听和关照它，不要去跟它中断的链接的话，我就能够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我收益无穷，我可以不断的有很多智慧。因为六祖他没读过书，然后他又是社会最底层的，又是一个砍柴很贫穷的家庭，家境非常的普通，非常的经济非常的困难艰辛贫乏。可是为什么他开始能够有很多的领悟和智慧表现出来展现出来呢？甚至呢，他不远千里的去拜访五祖，就是要跟五祖印证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他发现了我们内在的这个频道，就像我们前几期视频有聊到的我们内在有一个高速的频道，它的频率是比我们一般的思维更快的，所以你不容易去发现。那当我们在想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内在的频道是慢下来的，然后让你去文字化表达，让你去思考。可是呢，当我们不要动用这个思维心，不要动过文字化的时候，不要动用文字化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纯粹去感受的时候，它是一种超高速的流动，然后它是属于大量讯息、多层次讯息的一个像电脑风暴一样。只有当你去思考、要去文字化的时候，它才慢下来，然后让你去解压缩，让你去解析里面的内容，转换成文字。但是呢，对于这些开悟的圣人来说，他不用去动用思考，所以这边有说思量即不中用。平常我们是不用去起思量的，不用去文字化的。所以说他说见性之人言下须见，就是说你能够呢感知到这个内在高速通道的讯息流的话呢，你言下须见，就你不用去起思维性，也不用文字化的，不用经过这个动作，你就让它高速流动。然后呢，你去感受到这个流动的讯息流，你会从中自然而然能够截取到智慧和讯息和灵感。但是你不需要去思量，思量不中用，也不需要去文字化，所以言下须见。这就是对应我们之前有聊到的，就是说正常在前面有一集视频有跟大家分享我读经，真是闲聊吧，六祖番外篇闲聊的那个视频，那两个视频
就有提到说，其实平常我在读经的时候是很快速切，我读经就像听音乐一样，然后我这个文字一直切换，然后自然而然我们内在呢被这个文字内容的引导，我们内在就会有一些讯息流、一些感受浮现出来。但是呢，我快速的切换这个内容，我并不用去思考，和判断，我就是去感受而已。然后包含一些愉悦的感觉都会浮现出来。那这个是不需要去思考的，也不用去文字化的。但是呢，当我们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录影记录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同时去感受，然后同时去文字化讲出来。所以说，当我们更习惯的运用的时候，就会变成是可以这样，就是你有点像是用中间的速度，你一边感知一边表达这样子。但是如果说在自己读经，或是自己在酝酿感受灵感的时候，或是说像有的人达摩祖师面壁静坐的时候，他不用文字化，他不用说话，这时候他可以静静的坐在那边，然后呢让讯息流一直流动，然后他就是感知和关照而已。那个速度是可以达到更快速的。那一般人为什么没有发现到这个内在的频道存在，是有很多的可能和因素。上次有提到说可能是教育的因素，因为教育的因素让我们习惯用知识、用智力、用逻辑思维去学习，还有去表达，还有去思考，等于是让我们的意识一直停留在这个比较表层的层面。所以呢，我们就比较少去学习如何去感知自己内在另外一个更高频率还有更丰富的一个频道，我们就很少去感知。但是六祖慧能他在无意当中听到《金刚经》，他就启发了，让他发现自己内在的这个频道。然后他以自己的经历示现，六祖坛经一开始就讲他的家境嘛，家道中落，家境贫寒，砍柴为生，母子相依为命，没有读过书等等，他就是要示现说，我在这个表层的条件，所有的条件是所有人当中可以说是最差最底层的。可是就因为他突然发现了，透过《金刚经》的引导，发现了内在这个智慧的通道的存在，他的根基很好，累世因缘很好，所以他瞬间呢就能够跟得上这个内在的频率了。他开始截取到很多的讯息，所以他很兴奋呢，不远千里的去拜访五祖，就是要印证这件事情。然后也有一些人跟他聊天之后，觉得这个人六祖慧能不同于一般，印证了《金刚经》的书圣，就赞助了他金钱，让他可以安顿好母亲，没有后顾之忧的去拜访五祖。那拜访五祖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五祖也给他试探嘛，然后呢，他就透过他的表达告诉五祖说：“我跟你一样啊，我们的佛性是一样的，难道不是吗？”然后呢，我弟子自心长生智慧啊，我已经感受到这个内在智慧通道。我已经能够发现到它，而且我能够学会怎么样子去感知它对我带来的各种受益，然后呢，我也能够将它文字化表达出来。那五祖您不是也这样吗？那到了今天，五祖当时跟六祖慧能见面聊2句话之后，他已经跟六祖慧能之间彼此已经明白了，然后他开始做很多的思考，整个寺院、整个传承接班，对于慧能要如何安顿。那后续事情的演变，接班之后呢，慧能够留在寺内吗？如果不能的话，那要怎么安排呢？赶紧将他逃跑吧，因为这些有形的东西，凡所有的相皆是虚妄啊，这有形的东西就让其他徒弟去留下来吧。那心法传给六祖慧能，让他赶快逃跑，未来呢能够将这个佛法真理发扬光大。他在思考很多的布局，是贯穿整个行有品的内容的。所以有时候我都在读坛经的时候，我觉得最精彩的内容反而是五祖弘忍，就是那个坛经的第1章的内容，其实最精彩，我觉得还是在于五祖弘忍，他就在背后默默的这个操盘。那当然六祖慧能也是非常亮眼，因为他是继承了五祖的衣钵嘛，这样子。所以说今天的内容就是关于五祖出题啦，要做传承接班动作了。那他的灵感就是源自于他今天出的这个题目的内容，完全就是对应到慧能第一次跟五祖见面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弟子自心，长生智慧。所以五祖说：来，所有的徒弟，你们来去自看智慧啦。那六祖那天告诉五祖说：不离自性即是福田。
所以五祖告诉所有徒弟说：来，你们取自内在的智慧的般若之性，然后文字化写出一首诗句，我来看看你们受益了什么，你们得到了什么收获。如果你们能够掌握这一套技巧，你能够做到这个动作，能够关照到内在智慧，又能够文字化表现出来的话，你掌握到这个大意了，掌握到这个精髓了，那我就将六祖的位置传承给你，这样子。但是其实五祖心里知道，因为他跟所有的徒弟都相处这么久了嘛，那也没有去做这个动作啊。那突然慧能来了，那一天来了，初次见面跟五祖讲了这段话，然后五祖开始思考，开始保护慧能，开始低调了大半年，然后把所有的徒弟召集来做传承接班的动作。就是他知道，就是只有慧能在见面的第一天，其实慧能就已经通过这个考试了，但是他不知道其他的徒弟有没有通过，所以他在思考说这些人事问题要怎么处理。所以他出这个题的用意相当于说，慧能已经通过了，第一次面试就通过了，后来五祖让慧能去做苦工，观察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吃得了苦，因为他知道慧能如果接了六祖的位置，后续是非常辛苦的，他知道他已经要面对的可能是很多的逃难，很多的危险了。所以说他第二次的面试是无声的面试，他让六祖慧能在磨坊里面做苦工，做了大半年的时间，他就是要观察这个人的心性，这人品质能不能够吃得了苦。所以呢，他也后面也有提到嘛，他去到那个后院的时候，见到六祖慧能的时候，他跟那个六祖慧能说，为法忘躯，是说你为了这个追求这个成佛之路，你是不是能够放下自己肉体的这些辛苦，为法忘躯，当如是乎，这样子。所以说他们在讲话都会很有智慧，因为他已经知道未来的发展。今天如果六祖慧能是一个吃不了苦的人，他是无法承担这种隐遁还有这些人事考验的人，他未来也不，即使说他也很有智慧，能够掌握到内在的讯息，但他未必能够承担这个重任。那这个时候五祖也许就要考虑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弟子更适合的。但是呢，因为慧能通过了第二次的考试，那所以说五祖就决定，他就召集所有的徒弟来出了这个考题，他来看看徒弟当中是不是有其他的人能够跟慧能来对比一下，让他决定要传法给谁。那后面接下来我们明天要读的内容就会提到，所有的徒弟都不去做这个功课，因为他们 也不知道，等于他们连这个题目可能都不了解大意，所以他们索性放弃了作答，然后他们就把所有的目标寄托在神秀。除了五祖以外，相当于神秀就是那个讲师了，等于是师父不在的时候讲课就由神秀在讲课，这样子就是讲课的老师，这样。所以他们就寄望说，反正如果说神秀呢能够答题能够恰当的话，未来我就跟着神秀修行就好了，这样子。那在五祖这边的话呢，他是想说看看，他也估计也知道其他的徒弟估计也不会作答，所以他就是说看看神秀能不能够掌握这个出题的大意，能不能够从内在智慧里截取出文字化一些内容出来。如果其实他这个出题就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是针对神秀而已。意思就是说，如果神秀呢，你能够掌握大意，你也能够从内在智慧截取到一些的讯息呢，然后呢，透过文字化表达出来的话，那没关系，我就将衣钵传承给你，传承给神秀。因为毕竟神秀在寺院中也已经这么久了的时间了，那慧能他是突然来的，但是后面的话，因为神秀他左思右想，他用他的意识心在想，可是他没有去发现到如何善用内在的这个讯息智慧的这个智慧流讯息流，内在的智慧，他还没抓到这个诀窍。所以后面五祖也跟他说，你还没入门，就是说我出的这道题目你还没入门啊，你还没抓到这个解题的关键，你还没发现，所以你当然题目做不出来咯，因为你还没发现嘛，连这个入口还没发现呢。这个东西就是含义很丰富。那我们今天就先聊
简单聊到这边就好。就是说五祖出题嘛，其实他这个出题的灵感就是源自于六祖慧能初次见面的那一段话：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那五祖就把这一段话转换成了一个考题啦，你们所有人取自自己自性的智慧，文字化之后转换成一首诗句给我看。如果这个动作的内涵精髓你能够掌握到，你能够做得出来，那我就呢将第6代祖师的位置传承给你了。然后五祖也提醒说啊，千万不要用表层的意识思维心和文字化的这个部分的能力来去解这道题目，那是没用的。你得从言下虚见，你得感受内在讯息流，还不要去做文字化，也不要去思考的当下，你去感受内在的讯息流，感受到了之后呢，才把它做文字化的动作表现出来。如果没有感受到之前，你用文字化，你不断去思考，不断去措辞，那是没用的，因为你还没接通到灵感，这样子。所以呢，五祖就提醒所有的徒弟啦，都已经讲到这边了，都已经提醒的这么明显咯。所以说他就是考徒弟啊。有发现的人就听了就懂了，没发现的人他一直想很烦恼，想来想去，但是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连题目的这个重点也还没发现。所以说从这里也可以回想到，为什么五祖跟六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要那么的小心翼翼，要那么的不要跟六祖慧能说的太多，因为他已经发现到这个内容已经牵涉到后续他要传承接班的一个动作了。所以说这个东西相当于就像我们出题一样，不能泄题嘛，相当于这个意思。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六祖就已经通过这个考试了，但是他不知道其他的徒弟有没有通过。所以说经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其实五祖他已经在所有的人情世故人事方面他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了，他才将所有的徒弟召集过来做这个宣布，然后让所有的徒弟赶快去火急速去把这个动作给完成，把作业给我交过来了，因为他已经做好传承接班的动作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就是传承给六祖慧能了，但是他也保留了机会给神秀，这样子。如果神秀你能够掌握大意，我就将第6代祖师的衣钵传承给你，但是如果你掌握不到的话，那就只能能者得之。所以他后面讲能者得之，一方面这个能代表慧能的能，一方面也代表能，就是说你能够掌握大意，能够完成到弟子自心常生智慧，然后再不离自性呢文字化表达出来。这个心法，这个技术，这个诀窍，历代祖师传承下来的这个诀窍，你能够掌握的话，我就传承给你；如果掌握不了的话，那就只能能者得之。有能力的人，他就传承到这个第6代祖师的位置，那他是实力的，靠实力来的，不是靠侥幸的，也不是靠说你努力了几十年，付出很多，我就传法给你。因为祖师传法非同小可，他不是说福报的，就像他前面所讲的，你们终日只求福报啊，可是你福报积累的再多，名声积累的再大，流量积累的再大，你金钱积累再多，成就积累再多，那都是福报而已。到了人生最后伺服器官服的时候，你所积累的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帮助你脱离的，只有自信智慧才可以。所以说今天传法到第6代祖师的话，要能者得之，你能够接通自己内在智慧、内在导航系统、内在 AI 的人，你才能够用这个智慧转换成文字化，去引导很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掌握内在的智慧。那最后当伺服器关服的时候呢，才能够透过内在智慧的引导，我们才可以脱离整个游戏的系统，真正的脱离它，而不是重复这个无尽的玩不完的这个循环轮回嘛，这样子。所以说祖师的传承不是相当于一般企业或是一般的什么财富啊家族财富的传承，那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对企业的贡献很多，或是有血缘关系或什么样的因缘我就传给你，不是的，是要能够与自性智慧接通，并且透过自性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让自己能够造福很多的人，造福很多的众生，将这个达摩祖师传法到中国以来的真理能够一直弘扬出去，这样子的人
能者得之，将让这样的人去传承下去，这才是最主要的。好，那至于世间的这些寺庙啊，这些基业啊，它可以让给神秀嘛。所以说，这些东西在大半年8个多月的时间之中，五祖都已经构思完成了，所以他才做这个动作的。五祖对于人情世故是非常智慧、非常老练的，他所有的布局都已经做好了，甚至连结果他其实早就预见了，他只是保留一个机会和空间给神秀而已。所以五祖也是很照顾神秀的，他就让他有这个机会。如果你能够做得到，我可以传法给你。但是如果你无法跟内在智慧接通的话，那能者得之，那是他必须传法给六祖慧能这样子。哪怕六祖慧能他名不见经传，没有任何的地位，没有任何的文化，没有任何的知识，也没有任何的对寺庙没有任何的贡献，可是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他就因为他掌握了这个心法关键，所以说他能够这个源头，它是胜过于一切的，就像佛陀说法一样，你将财尽财宝堆满世间的功德，也比不上内在智慧涌现出来的功德力。这样子，因为一个智慧一心能生万法，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所有有形的东西都可以透过智慧，透过人的组织和堆叠和积累去创造出来。可是如果你跟源头断了联系的话，所有这些有形的东西它终究有毁坏的一天，它是有周期的。毁坏之后，你跟源头如果没有保持连线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说，所有的功德比不上，所有有形的功德是比不上自性智慧无尽的功德。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吧。如果有什么缺漏的地方，我们之后再做补充。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了，我们明天见，拜拜。